是谁？再不说话，我就叫了，到时候你就跑不了了。你知道我不是这里人，我能闻出你身上的味道。这里只来过一个外人，你的味道很像他，但你不是他。你也来自山下。那你是来找他的吗？那个人说，一定会有人来这里，要小心，他们不喜欢外族人。我不知道你指的那个人是谁。不管这些，赶紧带我离开这里，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好。张先生，
请原谅我们刚刚的试探，请接受我们真诚的道歉。这一切都是董先生安排的。您通过了董先生的测试，我们终于等到你了。秘密就在这里，他们能帮助你。张先生，这里就是隐沙洛湖。隐沙洛翻译过来就是蓝色雪山的意思。我们的隐沙洛就在那边的河谷里。这就是隐沙洛了，那儿就是我们首领住的地方。我们隐沙洛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首领了。上一任首领就是董灿董先生。在董先生出现之前，我们这里的人都还在用古老的方式来消解隐沙洛所有的灾难。什么灾难？您应该听说过夜王10天的传说吧？传说在雪山的深处，有一个可怕的恶魔，叫做夜王。每一次夜王出现，雪山和隐沙洛都会受到极大的灾祸。传说中，夜王有个最宠爱的妃子，叫叶父。叶父虽有人形，但四肢却是反着长的。也许是天意，我们部族中有一些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形态竟然和叶父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先祖又惊又怕，认为这是叶父在人间的化身，于是选出这些孩子，小心的供养，想要获得夜王的宽恕。那个女人，赶紧带我离开这里。就是你们供养的叶父。是的，这个女人出生时就被选定为叶父的化身。董先生来到这里，见到了这个女孩之后，他认为部族里的孩子之所以生来就和常人不同，只是一种先天的躯体残疾，只是被误解成了叶父的化身。
于是他找来一种特殊的骨头，用焚烧骨头产生的烟雾熏蒸，这样就可以延缓痛苦，治疗女人的骨疾。在治疗过程中，董灿先生爱上了这个女人，于是留在了我们隐沙洛，成为了首领。首领想要帮助我们解决夜王的危机，但夜王太过强大。首领在进雪山杀死夜王之前，担心自己解决不了这件事，但他告诉我们，如果他没有回来，一定会有一个他以前的族人来接替他，帮助我们解决灾难。在等待的这些年，教夫们也带了不少人进来，可是经过测试，发现都不是首领说的那个人，直到您的出现。您就是首领说的那个来帮助我们杀死夜王、解决灾难的人。这个夜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夜王就是夜王，见到夜王的人都死了，包括首领。带我去见这个夜王。睡好了吗？说说吧，你看到什么了？小哥真的进了雪山，而且见到了传说中的夜王。长什么样啊？不知道。卷轴就记载到他进了雪山之后就断了。断了。这一大老小子，是装糊涂还是真傻呀？怎么每次都这样啊？跟挤牙膏似的，一股劲儿一股劲儿的。卷轴里面记录的和张海科告诉我们的信息大致能对上。这个卷轴里面写的是，银沙洛人找小哥帮忙，是为了消灭藏在雪山当中的夜王，而且他也见到了夜王。胖子，这个卷轴我现在大概能串起来了。董灿是个张家人，因为调查夜王10天的事情，无意中发现了银沙洛。小哥当上族长之后，收到了天授的任务，进了雪山，最后这些记录就保存在了希拉修行场。快点，不好了，说明当时小哥是解决了夜王的问题。如果小哥也看过夜王10天的毛毡画，那这夜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到底是不是画里的这个呀？行了，先不管他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能找到隐沙洛人，应该能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但是我又在想，
你说董灿还有张家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还要求助小哥，就凭你我张海克、张海幸兄妹俩人，我们能比得上小哥吗？你想什么呢？自信点儿，当然是比不上了。所以到最后肯定白忙活一场，鸡飞蛋打。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该卷铺盖卷滚回家？来得及吧？来得及吗？我们肯定是要解决叶王的事情，但以我们现在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这得想好了啊！咱们要跟老冯合作啊！好像一个大的花菜。目前来看，这是最合理的猜测。一些不知名的部分在雪下，那些球体是在雪上。有动物和人走过的时候，野王会通过那些球体把它们吃掉。所以你们真的相信会有这样的生物存在？有一种远古海洋生物跟这个超级像的。那老陈在的地方原来不也是海洋吗？万一就是一种特殊变异进化？我觉得野王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张念说，叶王能够杀死张起灵，但是这么大一个花菜，根本不是张起灵的对手。吴先生，按照约定，你是不是同意我一起进雪山？把你们的军火清单给我一看。好。上面的哪一样是用来对付叶王的？不在这里，那武器是机密，当到关键时刻，我可以把它拿出来。吴先生，你放心，我不会拿所有人的生命开玩笑，那件东西绝对有效。好，这样的啊，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炸弹手环，遥控引爆，你只要一按，手环爆炸，我就会死。你如果再不放心，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你的底牌。这东西是特殊合金做的，拆不掉，只有钥匙能开。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说的是真的Are you out of your goddamn mind？ 怎么关上？神经病！你要想自己死的话，不要拉我做垫背好吗？吴先生，你可以把这个当做我们的合同。好 ，wear it. What? Was all Johnny's responsibility?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us. This is an order. If you don't comply, you violate our agreement. Therefore, you won't get paid. 现在总可以了吧 Happy? 呀，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你们先回去吧，等我通知。好的，再见。Why the hell are we doing this? Our technician can easily remove this shit. No need. Wuxie doesn't trust us. If this can help improve our partnership, then we're gonna wear it.
胖子，哎，帮我把背包里的望远镜拿出来。哎，好，看看有没有野味儿是吧？给。按照地形看，前面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小哥碰到叶父的地方。嗯。走了这么久，大家都疲惫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还好我一直把饮料放保温包里，否则现在都冻硬了。来喝点。哎，喝点。Thank you。哎呀，哎呀，这不是伺候人的命，生活小常识，到了高原，身体越好的越不占便宜，越壮越缺氧，你看那老头，那身体真是硬了，所以让他侦察去。咱们年轻人得歇着。哎，土耳其鸡啊！一切正常，继续走吧。Watch your step. 这里应该就是小哥卷轴中所记载的影沙洛的神殿了。我们这一路也太过顺利了。别吓唬自己了啊！这么多年了，说不定那东西早就饿死了。有发现？哎，走看看去。一路上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这么高的海拔，不应该有这种羊。投喂的，你们看，这羊的脑瓜顶上有个弹孔，是从山下打上来投喂的。吃成这样，是什么东西？不会是狗熊吧？狗熊吃东西没有那么惊喜，吃得这么干净，这动物智商很高。看不到牙齿印，不然我会有结论。这给你能的。
看一眼骨头就知道谁啃的。我有动物学的学位，我还没换工作之前，我是大学里的副教授。Check the ice thickness。怎么了？小哥在卷轴里并没有记载如何通过这个冰湖，可能是这一路太顺利了，所以没把它记录进去。我觉得不会这么容易就能到达影沙路神地。Everything seems all right. The thickness of the ice is 20 centimeters. The ice is about 20 centimeters. It should be safer in the middle. Okay, let's go. 等一下， Everyone, let's move on.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你解释清楚我这种感觉。我总觉得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不要就这样贸然行动。What is that? Hold up! 别动！这里是冰湖，如果开枪，我们全都得死。Scan underneath the lake. Yes, sir. According to the scanning situation, the Dark Shadow is a kind of creature in the ice lake. The reason why the fish is so large should be the result of people feeding here for centuries. 人们不会在湖的中心投食，他们肯定是在进水的地方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动物尸体，很可能就是用来投喂的食物，所以黑鹰在湖边活动的频率可能性更高的。再加上湖的中心冰层厚度高，也许反而更安全。Keep going! Stop! 老冯，我在小哥的卷轴中看到过，他在这附近被一种生物袭击过。这种生物会把人拖到雪中，而这片冰湖下的巨大影子，可能就是这种怪鱼。是影沙洛人喂养用来防御外敌的。如果往湖中心走，会很危险。那你有什么打算？我们要在陆地上，陆地上出了任何的事情，我们至少可以应付得了。这边的峭壁上有一段看起来比较平缓，我们从这儿直接趟出一条路，绕到冰湖对面去。不可能，这条路太窄了，就算我们的人能过去，我们的装备也过不去。哎，行了，我们这些人的处事规则就是，天真同志觉得不安全的地方，我们绝对不去。我告诉你们啊，天真同志可是出了名的邪门体质。你们要是害怕，就自己走。我们得尽快通过这个冰湖。胖爷，我害怕，开玩笑。吴先生，你也听到了，走那条路我的装备是走不过去的，而且今年特别冷，冰层特别厚，我们一定是安全的。我们还是在神殿汇合吧，这里温度很低，需要尽快通过。在那边见。Okay, guys, let's go. 我去盯住他们。我们现在这样做，是不是很不负责？对谁负责啊？就这帮倔驴。胖爷，我这段时间学会的就是，人没法对别人的命运负责，管好你自己吧，小天真，是吧，老头？
你不跟你妹妹一起走吗？你是族长的朋友，要护你周全。海信可以照顾自己。 Hurry up! We can warm up by the fire till we cross the lake! I'd rather miss a fireplace at home. And a glass of wine. Hurry up, let's cross the lake and light a fire!快的，都快到湖边了。这回非让奶奶笑话我了不行。大家都平安就好。你说怪兽也不出来，也不出个事儿啥的，你说你哪怕滑一跤也好啊。哎，你等我干嘛呀？咱们走这条路，那可是继承了小哥，这才是正经张家范儿，你们也得好好学着点。起码他们安全到了。 还不服啊你？等一下，你看，他们那边好像出事了。他们都在往回跑，后面好像有什么在追他们，但是后面什么也没有。他们在脱衣服。 脱衣服，拿着。他们在这挠什么呢？身上也没什么呀，你看看。 让开！海星，海星，海星，你怎么了？好。Nice turn! Let's get out of here! What happened? When they got there, they started to beat themselves just like they were on fire! This way! 被火烧，他们可能出现幻觉了。他们所在的冰层下面有一片黑乎乎的区域，我看不清楚。得想个办法，把他们拖到河对岸去。你在那边接应我，我带着绳子下到冰层上。 把他们用绳子拉过去。哎，你疯了？那你要栽进去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克服幻觉，相信我。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那个火焰的幻觉，来自于罐子中的六角铃铛粉末。六角铃铛的粉末和冰层融在了一起，风一吹，冰面上的浮冰被吹扬了起来，带着六角铃铛的粉末也一起进入了空气中。又是我，就不能有点新鲜的吗？哎，在这里，这边，哎呀，快点，快点！哎，天天，我们马上就能汇合了，你坚持住啊！卷入一段冷冽宿命，那片血会藏着谜，就算含义无可抵御，也有点让我执迷。等到所有风雪消弭了，不再掩盖着那片未知生机，只有你向永恒走去。早已混淆颜色。
伤口，那道枷锁，让飓风再美。看一颗勇敢之心一生灰，忘了为何，忘了结果，却更执着世界如何，逆境如何，感觉将不会。忘了悲喜，忘此刻。刻下一段无名诗句，那座山转身忘记，就算光阴湍流不息，也未抹去你痕迹。只是这条路总崎岖的，人们眺望的也是奔波幻影，一生门中窥见天地。就算早已混淆颜色，就算早已沉沦婆娑，忘了为何，忘了结果，不如忘了那道伤口，那道枷锁，让飓风再美。